能看到我的 PPT 吗？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嗯、在这个我们的活动之前啊，我跟今天的主讲人全老师，我们先做了一个小的设计。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还是晋城古迹了。不过我们所讲的这个平台呢，叫做丝路文博。这个平台比较偏向于介绍各种丝路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下，怎么能够体现出来晋城体现出来的丝路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就在一头一尾上面体现。这个全老师的讲座一开始讲了李希霍芬，丝绸之路这个词就是由李希霍芬最早提出来了，后来得到普遍的认同和使用。这个是在我们的活动的开头。那我最后呢，就在到结尾的时候讲这么一个小题目。首先呢，我这个不是一个讲座了，就是一个小的心得分享。我今天的时间也不会太长，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找几个小的例子，这个做一个就是晋城古迹所见到的一些思路的元素啊。这个另外最后再打一个小广告，大概就是我今天这么一个设计。思路方面的这个元素呢，其实文化交流像水一样，你要仔细分析，很多处都有。限于时间，我找几个比较典型的。喂，有问题吗？对，就打电话吧，你下完了接到。我在打电话。好的，那我就继续了，我还以为我刚才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今天讲三个小例子，这个三个小例子都是比较典型的，主要都是来自于佛寺啊。三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开化寺，一个铁佛寺，一个是青莲寺，就是晋城地区三个比较知名的文物，就是寺院方面的文物。另外这三个例子呢，我想找三个不同类别的例子。第一个呢，我想找壁画里面的一个母题；第二个例子呢，是找铁佛寺的彩塑里面的一个母题；第三个呢，是在青莲寺里面找的一个建筑小品，这样就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吧。壁画、彩塑和建筑小品各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大概我整个的设计啊，但是每个都比较短，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小的提示，或就是我的一个小的心得分享，肯定它的系统性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开始讲。首先，第一个是开化寺，它壁画里面的草庵或者叫做草庐的主题啊。相信这个对晋城熟悉的人，一定对开化寺是不陌生的。不过我在这儿再啰嗦几句啊，我在这儿整个给山西再打个小广告。我在各种地方经常说，比如我们研究壁画，这个最好的辽代壁画，如果说的再精准一点，可以说四冠壁画吧。最好的这个辽代四冠壁画在哪儿？那我能找出来的就是山西晋北地区的啊。那么最好的金代的四冠壁画在哪儿啊？我觉得可能我会找出来樊氏的延山寺。那么中国现存最有代表性的、品质最好的北宋的壁画，我想应该没有疑问是开化寺。其实元代壁画，我想来想去，我可能也会找到晋南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永乐宫，一个是这个兴化寺啊。但只不过后者流失海外了，比如在加拿大我们能看到，那真的是品质非常好，丝毫我觉得不亚于永乐宫啊。一个佛教的，一个道教的。不过这个是个题外话，就是对这个壁画特别有兴趣的那个朋友们就是随便说出我的心得，但是这些东西比较个人化的，对艺术品质的判断很难直接论证，也很难我在我论文里面来写，就是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做简单的交流。开化寺非常重要，它是中国现存北宋地面佛寺保存的，就是唯一的一堂完整的北宋壁画。而且现存保存的还比较好。当然，它的彩塑已经毁掉了，现在是后来补的了。但是壁画都非常好。我呢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开化寺的北壁的一个例子。开化寺壁画呢主要有三个主题，我们多少都这个简单的过一下，然后聚焦在一个例子。我们按照顺时针的方式，这个如果进入了大殿，它是坐北朝南的西壁和北壁的西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这个画面是报恩经变。
一般我们研究这些东西呢，有几个基础问题，最简单的两个基础问题，第一个是年代学啊，它是什么时代，怎么断代的啊，真伪有没有问题，时代性，这个都非常清楚，这11世纪末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图像学或者叫图像志吧，它画的是什么？今天我不特别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有兴趣的话，对于开化寺壁画最系统的研究有2位老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河南焦作的古东方老师，他比较早就开始关注开化寺壁画了。有兴趣大家可以按这个我列的来找他的文章。另外呢，就是这些年阮金义博士也持续关注开化寺，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是在北大的这个做博士论文就研究开化寺后来在北大做博士后，现在在北语当老师。有兴趣大家可以找这2篇文章讨论，看他们对这个图像志方面，就是他画的是什么，以及一些解释我在这儿呢只聚焦于我打红框的那个小位置这是北壁西段。有2个草庐或者叫做草庵这个有的时候古代也叫茅棚都是指这个东西的。它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丝路主题。其实如果再顺便看的话，就这个壁非常我们说中国化了，或者是世俗化了。到北宋这个阶段，好多东西，家具服饰器用全都是当时流行社会上流行的，比如朝天蒲头。比如说很多书法跟绘画的屏风特别常见，在这个宝安经变里面出现就是这些都是很中国化的这个中原化的东西，但是还是保留了一些丝路传过来的域外的母题。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这2个草庐或者叫草庵简单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的。它里面还有一些摆设，有书卷，有床这里还有鞋等等的。那么这个母题显然是外来的。这个比如说在大正藏里面我找这个文献，西天僧俗修行多居庵今天我可能学界更多的叫做庐或者草庐、草庵、茅棚。其实这个最初是非佛教的比如说这个在犍陀罗的一个浮雕寻访仙人，这里面我们说过去说的仙人一般可能都是外道了，这个婆罗门了。这个就是说明古印度就流行这种草庐或者草庵。所谓的草呢，就是用植物的这个茎或者杆搭建而成的建筑我们简称叫草了。这件在白沙瓦博物馆前几年在北京故宫搞过展览，相信有不少朋友可能亲见过这件作品。那么在犍陀罗雕塑里面，通常是1到5世纪的，非常早了，相当于中国东汉到魏晋这个时段。常见的一个就是佛传里面的寻访仙人，另外一个就是本生里面的闪子本生，这个草庐这个形象还是非常多见的。但当然印度本土也有。我说犍陀罗是今天不是印度了，就是过去的西北印度，今天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了。那今天的印度本土呢，比如说比较早的这个印度的桑奇大塔就有草庐的形象，那个时代也非常早，也大概相当于是汉代的比这个可能还略早一点吧，或者差不多那这样的形象很早就传入到中国了，还是以一个著名的山西文物云冈第9窟为例，它的闪子本生讲闪子侍奉他的父母，然后就多次出现这种草庐形象。只不过呢，雕塑这种形式云冈石窟有风化了，我们只能看其造型之大略了，具体的细节已经很难窥见了。不过这个还可以通过后面的绘画材料能够看到。我在这儿只是提纲挈领的找几个例子不能特别绵密的论证。比如说新疆我就跳过去了，直接就到这个平城了，到大同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新疆也有这样的图像。比如说前一段我在写博兹克里克的文章，就是高昌的，今天吐鲁番的。那博兹克里克在高昌回鹘时期，相当于北宋的宋代的这个时候吧。那它流行释源画，释源画就是讲释迦的前生把什么什么供养给当时的佛，然后那个佛预言他就授记他未来能够成佛。那在这样的作品里面，好几幅当时的那个，比如转轮圣王商人就是释迦的前生啦，供养某个东西给当时的佛，多次出现草庐或者叫做草庵，造型也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不过这样那个画很多都毁掉了。就是勒考克德国学者勒科克把它整个接完之后带到德国去了，因为特别大，就用水泥这个糊在
这个墙上，二战的时候被苏联红军炸毁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乐科克的高昌，有的时候翻译成火州那个图录里面能看到啊。这就是我就跳过去了。其实新疆有不少这样的材料啊，当然那个时代会稍晚一点啊。敦煌的就是壁画能够比较多的把这个造型能看得更清楚，就细节看得更清楚。敦煌可能最早的草庐是中唐时期的榆林25窟吧。这个其中的弥勒经变里面就出现这样的，它是非常短的一条条的线，代表草，也就是植物的茎或者杆搭建而成，里面它并没有特别的描绘啊。那再晚一点呢，就五代时期的莫高窟61窟的大五台山图，这个作品极为有名了，大量出现这样的草庐或者草庵或者茅棚啊，有的叫法华之庵，有的叫赵四师庵。我大概数了一下，有20-30个，没有特别精准的数，就非常多见。多数是一庐或者一庵一位修行者这样的造型，就这样的配置方式，它只供一个人，不大，看不到里面的陈设。这个应该是比较标准的西来的草庵的造型。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了晋城地区会变形喽啊，这个是五台山图里面的非常多，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数字敦煌一个一个的看它的小细节。我今天除了找这个3个例子之外，我特别讲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因为跟晋城有密切的关联性，中国学者知道讨论相对没有那么多，叫玉质密藏拳。这个是开宝藏的一部分，就是北宋时期官刻的大藏经，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这个开宝年间的开宝藏嘛。然后它里面呢，玉质密藏拳，玉质是宋太宗写的，所以叫密质。玉藏拳是解释大藏经义理的。这里面呢今天保存4幅版画，不算高丽刻本了，就是北宋的版，其中就出现这样的草庐或者草庵的造型。那一位法师在椅子上面坐在草庵之内，然后外面有僧俗2人在请法。这件作品呢，除了一会儿我们可以跟这个开化寺的例子相比较之外，特别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个例子，就这个作品今天藏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但是它跟晋城有密切的关联性。怎么的关联性呢？就是关于它的讨论，因为它很早就流失美国了，所以一开始是美国学者在讨论，有哈佛大学的罗跃教授 Maxler，李柱进教授，后来的北京大学的素白教授。之后就是一些中国学者，比如中国台湾的陈玉泉，现在国家博物馆的孙博我前2年写本小说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最近的美国的黄世山老师在那本他的那个新著里面佛教版画也持这个观点，就是说它跟晋城有关联性啊。这个它的最后有一个这个诗印题记，这个题记里面呢说。这个就当时这个寺院的住持沙门叫做建鸾然后据考证呢，就是建鸾这个人就是过去的青莲寺的主持这个观点呢，我们首先从物质材料上看，就是这本书寻迹晋城列了不少的青莲寺的石刻，其中呢，刘磊老师拍的2个观音阁的石刻，分明出现了建鸾的那个题名我把它简单的对了一下，最近我才注意发现这个问题，今天我才管刘老师要的这个照片又补上了这个。那在这个青莲寺石刻里面写的是院主僧然后在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博物馆的那个本子里面呢，写的是住持沙门，其实就是应该是一个人那么最早是台湾学者陈玉泉说可能这个人就是青莲寺的这位僧人。后来呢，孙博的文章又确定了这一点。我看完之后呢，我也比较支持这个观点，就是过去哈佛大学这个本子原来应该是青莲寺的藏品，后来流失到海外了当然，我现在真正想说的，这个是这个背景知识了。真正想说的就是它里面的草庐的形象跟这个开化寺的草庐形象有密切的关联性，就很像不过玉质密藏拳还有另外一个争论，一个就是他那个僧人是谁的问题，他是否跟青莲寺有关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时代问题开宝藏一种观点认为是开宝年间刻的然后呢，它的这个最后的题记是大观年间的，大观就是宋徽宗的一个年号嘛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它大观年间刊刻的
就是有两派观点，但是它印制是在大观年间啊，曾经有过这个争论。不过我不特别再多说了，有兴趣大家可以找一系列的文章自己再来判断吧。那么我们再回到开化寺壁画里面的另外一个草庐形象，这个阮金义博士就关注到了，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造，比如说加了门啊，加了床，加了很多书卷啊，有些是卷轴装的，有些是这个侧装的，然后还有葫芦，他还解释为什么。总之，这个它草庐是一个丝路主题，但是传到中原地区，传到晋南，已经经历了改造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丝路主题跟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结合起来的例子啊。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开化寺壁画里面的草庐。然后我们可以把开化寺壁画再简单的转一下，就是在刚才是走到了北壁的西段啊，如果到了北壁的东段呢，就是弥勒上升经变。这个阮金义博士也是有一篇文章是讨论了这部经变，大家如果对他有兴趣的话，可以详细的看这篇论文。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西来主题，从丝路传过来的，它并不在印度本土流行，一开始也是在犍陀罗和中亚地区流行。我找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实可以找很多。一个就是巴米扬大佛，东西两个大佛，东大佛是释迦，西大佛是弥勒佛，未来成佛的弥勒佛。然后在这个弥勒佛的顶上的那个天井壁画，现在已经残破了，但是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譬如说日本的宫志昭教授，他就是明确的指出来，中间缺失的我打红框的那个主尊的部分，天井的主尊就是在兜率天上说法的弥勒菩萨。换句话说，上面的壁画画的是弥勒的现在进行时，下面的那个大佛是弥勒的将来时，未来成佛下生的形态。这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弥勒非常知名的例子啊，虽然残了，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举出它来吧。敦煌有很多了，比如敦煌最早的3座洞窟，其中的275窟主尊就是一个彩塑形式的上升弥勒啊。那么我这举了一个是隋代的经变画的弥勒经变。那这样的这个信仰的流行啊，不只是在开化寺出现，在这个刚才我提到的青莲寺也有。比如说我们《寻迹晋城》这本书就列出来了唐代时期的一个石刻线画，这是它的拓片。它呈现的主题也是弥勒上升经变。其实我感觉它的形式啊、构图啊和那个北宋壁画还是有不少关联性的啊。它时代更早，是一个9世纪的唐代后期的。那么我们再顺时针的转到东壁去，那这就是华严经变了。关于这个主题，也是顾东方老师曾经有个研究。限于时间我不多说了，但是《华严经》整个也是跟丝路密切相关的。它的经本就对于内地而言，就是从于田，就今天的新疆和田请过来的。60华严、80华严什么的，特别是唐译的80华严啊。我也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就是这个它是4铺壁画构成，其中最靠南的那一铺呢是叫法界佛像，这种非常古老的华严母题，就是在佛的身上。或者在它的袈裟上面充满了很复杂的图像，包括经常出现的须弥山呐、天宫啊、日月呀、六道众生啊等等啊，大概现存有50多个例子吧，50个左右例子，只有一个例子在日本，剩下都在中国啊。新疆的丝路北道、丝路南道、中原地区，从敦煌到东部地区啊。我找到的这个是这个50来个例子里面现存倒数第2个，就很晚的一个例子了。比它再晚的一个是大理国的梵像卷，还被故宫藏的一个。那么在中国北部的最晚一个就是它了啊。前2年我在一个芝加哥大学的会议上讲过这个。如果特别有兴趣的那个读者可以再找我这篇文章，欢迎批评啊。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向我提出来啊。第2个例子呢，就是铁佛寺的诸天。我想我得快一点，比想象的慢了。这个铁佛寺也是这几年挺火的一个景点哈。这个我最早06年去的时候还很难，它不太开放啊，很难睹其真容。然后呢，它的诸天出来之后呢，这个也有一些人讨论。现在还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图像志，一个是年代学。
它一共有28尊造像，除了主尊的佛跟3尊菩萨像之外呢，诸天是24尊，合起来28尊。一个是年代学啊，这个晋城的张建军老师啊，根据石刻题记他发现的，把他认为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天津美院的黄文志老师通过这个风格学的研究吧，这个倾向于认为是14世纪的，一个是16世纪的观点，一个是14世纪的观点，元末或者到放宽一点到明初啊，相差大概200年。今天我不讨论这个我的倾向性了，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啊。另外一个基础问题就是24诸天都是谁，这个也是挺麻烦的。也是黄文志老师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也是在前2年的那个我们浙大开的那个会，他讲的这个主题啊。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这本书里面也提了一套观点，少有不同，大概都一样，但是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综合了丝路文化，有西来的，从印度顺着中亚丝绸之路，中国新疆一路传过来的诸天，也有中国本土的。最明显的2个上首的诸天，大梵天、地释天，这完全是印度的神奇。那么最后的2个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关公和二郎神啊，这就是中国本土文化。其实我说的丝路文化不是都是外来的意思，就是文化交流之后的产物，就是有外来的启发，中国接受、学习、改造之后的结果啊。那我在这儿呢找出来没有争议的2个吧，主要讲一个啊。在咱们这本书里面叫大自在天啊，在黄文志老师的介绍里面叫摩西首罗天啊，其实完全一样的一个意思，我自己常叫摩西首罗天啊。这个黄文志老师根据南宋的重编《诸天传》，然后认为啊，由于摩西首罗天说它的造型特征呢是它的持物啊，就是持灵、杵、齿啊，灵跟杵代表菩提心跟智慧啊，还有齿啊。这个其中的杵跟齿呢是对得上的，另外多头多臂，所以把它判定为摩西首罗天或者大自在天，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这个造型在传过来的时候也有变体了，变成4头6臂了。原来常见3头6臂啊，我们这3头6臂这个词就是从印度化的神来的，我再一会儿再说啊。首先呢，它的原型是婆罗门教的湿婆，3大主神之一湿婆神，经常是多头多臂的。在比较早的印度本土，比如说这个孟买附近有个叫做向导石窟啊，那个大概就有相当于北朝晚期的6世纪左右的3头4臂的摩西首罗天啊，应该叫湿婆啊，不好意思，转到佛教里面叫摩西首罗天，在印度教应该叫湿婆神啊。那么在这个是我找了中亚地区的就贵霜王朝的一个钱币了，因为这个地区跟中国更近，我一般就不再找更远的了，它再往东它就到中国新疆了啊。这个是一个3头多臂的摩西首罗天，它的一个图像之特征啊是牛啊，那个牛叫南迪啊，有的说是一个白牛，画里面有的是青牛，有的是白牛，它的坐骑的名称。那么传到中国之后呢，在很多佛教艺术里面都会出现类似的摩西首罗天，比如敦煌，那就有2位数字的，相传几百年的摩西首罗天啊。敦煌研究院张元林老师有研究，我在这儿列3个例子，分别是从右到左，就是中国的从东到西啊，云冈第8窟，然后敦煌、西魏285窟，然后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中国几乎最西边了。从大同一直到新疆啊，时代北魏这个是5世纪的这云冈第2期嘛，大概是470年左右吧，470年代5世纪70年代，285窟6世纪30年代，丹丹乌里克有争论，我倾向于7世纪左右的观点，也有人更早的6世纪的，但是总之就是右手的更早一些依次的会晚一些。他们都是保留了多头多臂，常见3头啊，这个有4臂有4臂的，这里面是6臂的和8臂的啊，个别有4臂的，就是3头，因为3面是比较固定的。另外出现牛啊，多数是1个牛啊，这个是1个牛。丹丹乌里克的木板画是2个牛啊，这个是在大英博物馆，木板画被斯坦因带走了，在大英啊，另2个都在中国。这个造型我还可以举一个日本的例子，大阪藏一个送子天王图，据说是吴道子的。我觉得这个要是吴道子的，也是吴道子画的宋摹本，或者就是一个吴道子传派的
送画啊，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画质量很好，讲的佛传啊。净饭王抱着小释迦去这个湿婆庙去朝见大神，拜大神。大神一看，哟，这是圣者呀，菩萨呀，起身就给他拜。出现了一个多头多臂三头六臂的摩西手罗天啊。其实这是一个情节式的，不是偶像式的了。不过跟刚才我们那几个基本上是对得上的啊。到中国就变体了，为什么变体？过去没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有这么一个考虑。过去研究永乐宫啊，哪个是天蓬，哪个是天佑啊，有争论。这个就是传统的王迅先生一个看法，后来央美的赵伟老师有一套看法。我看完之后呢，我比较支持赵伟的看法。这个传统看法更倾向于从实物上，就手里拿什么东西来判定尊格，而赵伟老师呢是更多的从等级上来判断，就是三面的是大元帅天蓬，这是道教的了啊，但是这个道教的是借鉴了佛教的那个多头多臂的印度化的护法神，多头多臂的护法神的这种造型，整个这种类型都是印度化神的特征啊。那么副元帅在中国教变成一个等级系统，那怎么这个有等级呢？头面不一样吧，所以这个副元帅天佑经常是重面，就是头上有一个面，这个除了主面之外，头上再出现一个就是二面，三面跟二面就构成了一个等级系统。他这么来解释这个以永乐宫壁画为代表的天蓬跟天佑。我考虑完之后，我很支持这种看法。那么我想或许这个民间工匠啊，也做道教也做佛教，他为了强调这个神的力量，就把这个过去三面的摩西手罗天上面又加了一个头了啊。不过这个是我的解释，中间也没有文献证据啊，能够解释得通，但是因为中间缺环，所以我写文章不太敢写我们就是下面这么交流说啊，我可以随便的说出我的想法，是否合理供大家参考批评吧。旁边有一个菩提树神，顺带一提啊。如果说刚才那个我讲的，为什么特别强调那个，就是想讲它的中国化，有外来的忠实的一面，有到中国本土之后变化的一面。不管它变化怎么解释，但是变这个现象我们是承认的。菩提树神呢，还都比较忠实。关于它有两个女性形象，哪个是鬼子母，就是赫利蒂母，哪个是菩提树神？黄文志做了一个判别，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头上有比较多的装饰的，有很像树了，是菩提树神。它有几个证据了，这是其中一个了。那么我发现这个菩提树神也是从犍陀罗来的。佛传里面啊，释迦成佛之后的7天，一直佛经有一品佛传叫观树品，就他一直看着这个树，他报恩。就是这个菩提树啊，他在菩提树下成的佛，这个菩提树也包括这个树神了，对这个释迦成佛是有恩的，是众缘之一了，所以他要报恩，有7天是盯着这个菩提树。那么在犍陀罗雕塑里面呢，大概我能找到的是5个、6个左右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法国的奥斯曼教授在前几年的一本著作里面给了一个比较高清的图片，那么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女性化的菩提树神啊。那么刚才的这个高平铁佛寺的保持的就是丝路传来的菩提树神，这种在新疆克孜尔石窟有比较多的例子啊，女性化。传到中原之后，有些树神男性化了，北宋的版画，东部地区的个别又变成男性化了。好了，最后我们再找一个例子，前面2个是壁画里面的母题和彩塑里面的母题，最后一个我想讲一个建筑小品经床啊，这是一个简称啊，全称叫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床。有好几个寺都有，我举的是青莲上寺。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我最早关注到的晋城地区的经床，特别是有一对床，我最早06年注意到的就是青莲上寺，后来发现有好几个啊。那么在讲这个例子之前呢，我们先讲另外一个例子啊，叫新样文书。新样文书是五台山地区吧流行的一种唐代流行的一种文殊菩萨的新的造像组合。那么最典型的一个保存又比较好的早期的实例呢，是著名的佛光寺文殊殿里面的一组金代彩塑，我把它叫文殊五尊，基本上很多学者叫新样文殊或者新样文殊五尊。它里面有7尊了，2个菩萨并没有明确的尊格啊，没有特别讨论他们。
祖尊是骑狮的文殊菩萨，这没有问题了。然后牵这个狮子的是于田王，旁边有一个跟他相对的童子，就是华严经里面的主角，入法界品里面的主角善财啊，这个构成一个组合。如果这种组合的文殊西洋文殊叫做文殊三尊，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组造像，就是一个胡僧的形象，是佛陀波利和一个老者叫大圣老人啊。这个故事如果相信很多人都很熟了，但是我再说一下，好多文本都讲这个故事，这跟五台山有关，也有它故事的真实的背景。唐朝的时候，这个初唐的时候，大概高宗年间吧，有一个济宾国，就是今天克什米尔地区北印度的一个僧人，叫做佛陀波利，朝五台山。五台山在唐朝就变成了一个亚洲的朝圣之地了，不仅日韩的僧人来，印度的也会来啊。然后佛陀波利呢，朝完五台山之后呢，朝五台山其实就是朝拜文殊菩萨了。见到一个老人，老人问他你干什么来呀？等等的，然后老人给他提个建议，你这么来没什么好处。印度有部密教经典叫《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你把那个经给请过来，流布到这个汉地那个才有巨大的利益。说完话之后，一转身，老人没了。然后佛陀波利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就真的把这部经请过来了。然后他有好几个译本，翻译了这个经。那我找几个例子了，从最早的这个经的翻译的这个经序，到后来的宋高僧传还有经目里面都讨论这个故事，大同小异那么后来呢，佛顶尊胜陀罗根据这部经所讲的这个制作的经床，在中国就流行起来。经床在印度其实没有，这个经是印度传过来的，但是根据这部经的信仰制作出来一种物质性的建筑小品，是中国人的创造，这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从唐朝开始流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这个佛顶尊胜陀罗尼这个经沉沾影覆，就是你能沾到一点这部经，死后都不会堕地狱如果有兴趣的话，中国台湾的有一个做佛教史的老师叫刘淑芬写了一本书，叫做《灭罪与度亡》就讲这个经床的来源的。这个是目前对经床最好的一个研究最近清华大学李敬杰教授有一个博士论文要选经床，应该我估计会补足不少这个实物材料值得期待。那么在这个视觉材料里面讲这个故事的还不少呢，我举几个例子吧，限于时间一个是最典型的六世一窟敦煌的，这里面就有佛陀波利见这个大圣老人这个老人都认为是文殊的化现佛教史后来一律认为这个老人是文殊的化现，叫大圣老人佛陀波利是确有其人的那么这个信仰和图像最往西我能找到的例子传到高昌，也就是吐鲁番。比如说有一个流失被俄国人带走的，今天在圣彼得堡的阿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文殊五台山图，这个留法的学者张慧明老师和今天的这个吐鲁番研究院的陈爱峰老师对这幅画做过研究了，它就是一个新样文殊居中的是骑狮的这个文殊菩萨，然后呢牵狮的于田王底下有两个童子，陈爱峰对他做了解释。一般一个童子是这个善财嘛，两个童子怎么解释？我看陈爱峰是第一个解释，有兴趣大家去找他的论文了。然后这两位就是佛陀波利跟大圣老人。我10年前在圣彼得堡最初完全不知道这幅画，第一次去阿尔米塔什博物馆，这幅壁画真的特别惊艳。但是总之，它代表了文殊五台山的信仰向西传到这个地区就是吐鲁番地区。这是我能找到最西的例子。东边的例子呢，日本很多韩国也有，日本呢也是这样的新样文殊，骑狮的文殊菩萨手拿剑的，有的时候变成童真文殊或者五髻文殊然后一边是于田王，一边是善财童子。胡僧、佛陀波利、大圣老人、文殊化现下面说的话呢不算数了，随便说了，也是我论文里不敢写的，自己瞎琢磨的。为什么这样的组合目前没有太好的解释？我的体会，用文殊的组合来代表五台山的佛教性格，这是我自己的解释，但是中间的证据链还需要再夯实吧。
这个唐朝的五台山首先是一个华严学的中心，而这个于田出的《华严经》的本子，于田王签诗，于这个《华严经》最后的另外一个主角善财童子出场，53参的一位大善知识就是文殊菩萨。所以这两个文殊三尊这个于田王和善财童子体现了文殊菩萨，换句话说是五台山的华严性格。而佛陀波利跟大圣老人，由于他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者，它体现这是个密教经典了，它体现出来的是五台山的密教性格。五台山在唐朝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唐密的中心，在华严学中心的基础上这个它有护国的性质呢。其实顺便再说，应县木塔我的体会也是这个样子的。应县木塔的一层是过去七佛，中间一个彩塑壁画有6个佛。过去七佛是一个显教的，对一切这个信众的，然后再往上，一般人可能就上不去了哈。今天也上不去了，古代恐怕也有一定的限制吧，我估计上面的内容就有这个华严就是华严主题和密教主题比如说八大菩萨曼陀罗。虽然它是它属于辽了，应县了，五台山还是宋它就是宋比较靠北的地方，应县是辽靠南的地方，但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文化佛教史的性格很类似的，华严学流行，后来密教流行，这是辽代佛教跟五台佛教的共同点，所以我体会就这个组合可能体现出来就五台山的这种佛教性格。不过中间就有很多环节，这我只是大概我的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对，欢迎批评我自己也没敢写文章提过这个问题，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的提意见的。那么这个刚才讲这个故事，根据这个故事呢，中国人就造出这个经床来了。造出经床来之后呢，这个最有名的我举几个了，这个比如说这个著名的佛光寺，佛光寺有2个床，一个是857年的，就照片所示的，一个是877年的，就底下的这个床。下面右边这张图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做的几个比较典型的唐代的北方的经床、南方的经床跟河北赵州经床，这是北宋的。就是说经床有几个脉络，其中一个脉络就是向高大发展，但也不是全部还有一些小型的床这是几个名床特别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经床我忍不住提一下，就大家有机会如果去云南的话，云南昆明有一个大理国经床，也叫地藏寺经床，也非常惊艳，它是另外一种类型就在昆明市博物馆。这是几个名床了，它向高的方向发展，但是不周备，还有一些就是很小的，比如发展出来木床就在沐浴里面出现的。那么2009年，除了我写那篇文章之外呢，关于经床我还写一个书稿的一章，我写的第1章跟大概第6章吧，其中第6章是经床。那我就把我当时搜集到的所有的经床资料我把它做了一种形式的分类，就经床在什么语境下出现，最多的是佛教语境，后来在道教跟景教里面也出现，今天不说这个了然后世俗语境还有不少经床，还有一些经床吧，但是最主要的是佛教语境有些是佛寺的，有些石窟的，有些佛塔的。我今天只说双床最常见的其实是佛寺里面的经床，第2常见的应该是沐浴里面的经床，也叫木床有兴趣大家可以看刘淑芬老师的研究这个中国台湾的非常好的佛教史的学者。那么最多的这个是第一类最多的是单个的经床，那我反而说比较特殊的双床。我当时在2009年的论文里面呢，能找到的其实我写了4个例子，杭州的2个分别是灵隐寺跟梵天寺，山西高平的定林寺跟这个晋城的青莲寺，就是4个例，当时我写了4个例子，2个杭州的，2个晋城地区的，这是当时我09年嘛能找到的，就是确定无疑的例子。不过我这次呢看到《寻迹晋城》这本书，发现应该增补了或许晋城地区是双床最流行的地区，单床我都不再说了。就晋城地区我能找到的2个床并置的呢，有4个例子那我这个根据时代大概排了一下，第一个是泽州的崇寿寺。寻迹晋城这本书写的开元天宝，也就是盛唐的，但是似乎年号我并没有确认，所以我打了一个问号这个
对晋城特别熟悉的老师们，可以帮我确认一下，是开元还是天宝，是地方志记载的，还是今天他就能看清楚的？因为我没有检测过的材料，我还是稍稍质疑一点吧。然后呢，青莲上寺这两个床呢，一个是唐朝的，一个是五代的啊，唐的后唐的啊，就是虽然不是一个时代，但古人就把它并置起来了，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呢是高平的嘉祥寺后周经床，这也是这本书里面说的。我请教了一下全老师，他说，似乎现在年代也看不清了，所以我也打了一个问号啊，这个是没有检验过的年代。最后就是高平定陵寺，这个确定的。当然这个也是当时最知名的一个，今天搬到高平市博物馆去了。这两个是北宋的。我顺便说一下，我所说的双床啊，是成对的床的意思，不是一个寺院有两个床就是双床，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佛光寺有两个床，它是两个单体床，古人并没有把它成对的并置起来，所以双床不管是同时造的，还是两个时代并不一样，但是古人把它并置起来才算啊。所以这种例子就不是那么多了，所以或许晋城地区是双床现存中国最多的吧，至少我目前找的材料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呢，就是根据《寻迹晋城》的书，我找了几个图片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这个是崇寿寺的、开元或者天宝的，当然看起来它也很残了，所以它这个构件是残的，并非完整的。完整床底下是座啊，然后是身，这个身体主要的部分床身是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啊，沉毡影覆就是刻着这个经的部分，你要沉毡影覆，比如被它的影子盖上了，可以破地狱之苦啊。所以古人会绕它啊。上面是这个一个顶部，顶部有的时候床顶会有很多装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青莲上次的双床，这个是用的2006年我去考察时候的照片。据说今天这个有玻璃罩了啊，这是当时我拍的照片。然后这个再下来呢是嘉祥寺的后周的两个床啊，这都是不过它什么时候并置起来的？有兴趣的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考证，这个我并没有更深入的意见了。最后一个呢，就是定陵寺的双窗，这个最知名，很早《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篇就把它这个登出来了啊。当然，可能为了保护的原因吧，把它放到博物馆去了。它的整个形制还是比较完整的，北宋的一套啊。以上就是我讲的三个例子，分别来自于壁画、彩塑跟建筑小品。最后我做一个最简单的总结，就是我经常用哲学那个概念，能所能全所全啊。就我今天最后打一个小广告，今天我讲的东西既是一个小的分享，也是一个小广告。那既然是广告嘛，就是通过什么来这个就是做什么样的广告，给谁做广告。我也用能所来说，能广跟所广，能广有两个，一个呢最明显的就是《寻迹晋城》这本书啊。这本书很全，我觉得对于资深的这个爱好者想看的全一点，以及就是刚刚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初阶的爱好者吧，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如果是想深入的话，我今天讲的内容还涉及到一些研究、一些争论，这也是进程研究的这个就是一些空间吧，一些亮点吧。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在大家去找。通过这些有争论的话题，把进程研究推向深入啊。这两个，一个是这本书和关于进程古迹的研究，是我打的小广告的能广。所广是什么呢？真正想打的小广告是什么呢？是进程古迹本身。我今天的这个小的分享，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借助新出版的《寻迹进程》这本著作，走进进程古迹。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交换主持人。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啊，这个干货满满，而且很多内容也是首次听到，受益匪浅。而且最后呢，还给这个寻迹进程了做了一个推广。其实张老师最后的总结非常好，就是能够让大家通过这本书多走进进程，了解进程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渊源，是最好的一种收获。就是百闻不如一见嘛，这也是梁思成先生当年常说的一句话。下面呢，我们开始这个我们最后的互动环节。下面呢，我们截取几个问题，才让这个主讲老师来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刚才这个全老师已经看了，全老师切换过来了吗？
这边能看到我的屏幕吗？我放的可以看到。是咱们这个海报。对对对，这个正好借这机会呢，大家如果有刚入群或者晚入群的，晚看这个咱们的直播的，可以扫一下二维码进入咱们这个观众群，以后也便于大家互相交流，了解最新的信息。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选了一个，就是刚才这个读者是嘉禾万事兴他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元代以前基本为国宝，那明清建筑为什么为国宝？这依据是什么？这个请全老师来回答一下吧。它其实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仅是说按照建筑的年代进行一个断代的，就是我们在文物保护法里边，它的话是说，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从这句话来解读的话，它其实年代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因素。更多的还有这些重大历史和艺术上，就比如刚才咱们直播间现在 Classical 老师他提出来的，就说阜成关帝庙和怀清会馆两个都是清代建筑，但是你看阜成关帝庙它突出的是就是清代的石柱，这个首先少见，拥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次的话，怀清会馆是晋城境内就是河南会馆。就是为数不多的存在，或者说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存在。它是河南在明清时期在晋城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个比较好的例证，所以它就具有一个历史意义，同时它本身建筑的艺术价值也比较高，所以这些都可以位列为国宝单位。所以年代只是它评为国宝的一个其中之一的一个依据，而不是说是它整个的依据，就是还会参考其他的重大历史和艺术等这些情况。大概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还想交流，还可以继续。行，我暂时先说这些。好，好的。那个刚才有这个不少这个观众提问，就是说这个《寻迹晋城》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可以买到？现在我来解答一个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目前《寻迹晋城》这本书呢是《寻迹山西古建》系列，我们这个寻迹神州小组来做的一套这个系列的书。那么晋城是作为，因为考虑它是晋东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宋金建筑的一个地区呢，所以作为山西古建系列第一本。我们山西古建系列的书呢，一共有4本。首先是这个晋城，然后是长治，长治也大概在今年开始启动，然后呢，下一个第三本呢是这个寻迹晋南。晋南呢，因为刚才这个全老师也说了，因为受到这个大地震、元代大地震的影响，所以它这个早期的宋金建筑不是太多，元代以后的建筑比较多，所以这个经典的这个宋金建筑相对体力比较小、比较少，所以我们把这个晋南地区做成一本，就把运城和临汾做成一本，这是第三本。然后第四本是晋中和这个晋北地区，虽然有些很大的官式建筑或者一些这个唐宋金的这个建筑不少，但是呢，它的数量那个体量不小，但是数量相对比较少，相对这个晋东南要少一些。所以这两个地区呢，作为一本书，所以这一共是4本书，我们大概用2-3年时间吧，把它出全，那么尽量能够覆盖咱们山西地区的主要的一些这个早期木构，就是元代以前的早期木构。这本书呢，第一本《寻迹晋城》这本书大概是在5月20几号能够上市，具体时间现在不好确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神州寻迹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到时候会发布最新的消息，在哪购买啊，包括这个目前的进展情况，以及以后我们陆陆续续推出一些书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共同参与。我们这本书本身也是通过爱好者共同参与，不断形成的。我们之前还出版过这个寻迹4大古都系列，包括南京啊、北京啊，还有这个西安、洛阳，以及我们的地陵系列，还有这个寻迹这个宋陵。我们的寻迹唐陵也是目前在筹划中，以及包括以后的明陵啊、清陵都有，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看看这个需要回答的没有。
基里门二仙庙对戏图在高宾博物馆有没有展出？啊，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个我可以讲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背景。这个因为我是亲历者嘛，因为我也是寻迹进程的一个作者。那个寻迹就是高宾这个西里门二仙庙啊，它是一个平时开放的一个这个庙宇。它有这个守庙人呢，专门是住在这个庙里的。但是这个咱们这个线刻图这个对戏图和这个胡人这个图像啊，特别是这个对戏图，它曾经在这个以前被盗过，所以被盗过以后呢，就是追回以后就放在这个咱们高平市博物馆的库房，现在没有展出。所以，但是我们通过跟那个高平市的市政府的领导啊，李林副市长经过沟通以后呢，也是特别那个去这个照了一些照片，然后进行了一个再找我们这个多肉老师啊进行了一个复原，才最后在书里边呈现给大家。所以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感谢高平市政府的这个领导的支持。还有就是说这个线刻图呢，其实它现在我们要去的话，一定要挑一个时间，就是你要是阳光特别足或者特别不好的时候，都不太适合看到这个图像。最好是那个在这个打一些光，或者是在一些光线比较侧的时候才能去看。所以我这个地方去了起码是3次，特别是有一次晚上我去打光拍了一下整个的它的一个测光的一个线刻内容，所以最终呢能够呈现出比较好的效果，才能展示给大家。所以这个图像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希望能够让它传播的更多一些，让他知道我们这个宋金时期这些精美的线刻以及在这个文化交流上起到的更大作用。特别是这个线刻图在很多这个戏曲研究的学者方面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包括跟一些宋金的墓葬里边这些图像进行了很多的一些考证啊，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这个东西可能也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还有更多的新的发现。所以晋城是一块宝地，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或者等待发现的地方，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一走，看一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参与项目是指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寻迹系列的书是有众筹过，在几个月前，大家以后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是神州寻迹，这个可以帮我打一下这个字，在这个咱们的对话框里边啊，神州寻迹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信息，这书讯怎么来购买。也可以扫那个二维码进群，然后我们更多的交流。因为时间今天毕竟有限嘛，所以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然后我再预告一下咱们未来这个1-2个月的一些这个讲座信息。其实开始我都说了，但是呢，我再继续再说一下吧。也麻烦全老师在会给我展示一下，就5月16号，也就是下周吧。然后还有5月30号，由这个李宇老师主讲2场的探寻土耳其遗迹。因为土耳其最近也经过他们也对咱们很多优惠政策可以去他那儿进行旅游了，所以这块的一些也形成了一些热点，也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这李宇老师的一个进行讲座吧。然后这个5月24号，刘默博士专门讲那些被遗忘的写经人。6月13号，由中国美术学院彭泽副教授主讲这个变革与开端，宋代家具体系啊。然后全老师可以切换一下。然后6月20号，由陈伦老师主讲这个青金石的凝视，波斯细密画这个中的色彩与空间。然后6月27号，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晓坤教授主讲的锡林郭勒考古所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那么这场讲座的对谈嘉宾是咱们著名的边疆考古的专家这个韦坚老师，所以这个场讲座也非常值得期待。现在正好是9点半，那么咱们整整2个半小时，其实效率很高的。本来我们预计3个小时。那再次感谢大家对这个今天讲座的一个关注。
和坚守聆听啊。那么同时感谢这个今天分享的嘉宾啊，今天母亲节，再次祝所有的母亲快乐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晚安。今天这个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很荣幸来到司徒博文。